起床了。昨天晚上外面一直在下雨，我看现在听声音好像雨停了，看看一出太阳没有，然后给电动车发电。昨天晚上下雨了，然后立马就降温了。这最后的被子已经盖上了，这个薄的被子铺到下面，然后中间是铺的电热毯，睡着还是挺暖和的。雨应该停了。哇塞，这外面好像在下雪啊！没想到今天竟然下雪了，我赶紧穿上衣裳。昨天晚上就把鞋子放在这车底下了，没有淋湿。不过今天这完全没有太阳了，我太阳那边也没办法发电。这个雪下的还是挺大的，应该是刚下，路面上还没有积雪。我昨天直接就在这个野外扎营了，因为我现在有太阳能板发电，所以没有找充电桩，直接在野外有空地就在路边扎营了。但是看今天这情况，我没办法补电呀。房车里还是挺暖和的，外面太冷了。我太阳能板就在这里放，这个现在房车里基本都装得满满的，主要是这个棉被特别的大，下面有这个电热毯，然后呢电暖扇还没用呢。本来是每天就是早上起来，然后上午补电补3个小时，大概充个20安就差不多了，但是没想到第一天出发就开始下雪了。现在这情况，太阳能板是完全没用的，我必须要找充电桩了。因为昨天走了一天，但是走的不远，昨天是下午出发的，走没多远就天黑下雨了，就在路边直接就扎营了。但是今天的话就要找地方补电了，这天气肯定是不会有太阳的。还是准备出发吧，这个雪估计要下一天啊，我不能待在这个地里，我至少要找个充电桩去。找个充电桩，一边补电一边在房车里休息吧。毕竟昨晚都在这儿，今天又没太阳，发不了电。把这雨衣先拿出。
有点冷啊！我现在把这个鱼立起来，本来这个脖子太冷了，应该搞个冬盔。没想到降温降得太快了，根本就来不及准备。前天出发的时候还是大太阳的。骑车太冷了，停下来休息一下。这个轮子没有挡泥板，这个泥都甩到这个车面上了，这甩的全都是泥土，还有这边脏的特别厉害。应该安装个挡泥板，全部都甩的是泥。后轮也是，后轮是我电动车的，后轮安的有挡泥板呀，但是这个雨水甩的还是挺高的。找到这个充电桩了，这边有这个一排充电桩，这慢充车很少了。这几天都是阴天，太阳能板用不了，今天晚上就用这个充电桩把电给补满。彻底下大了。这么大的风不能浪费了。本来是还不打算投入使用风力发电机的，但是你到下站到康宁的话，下面的营地都是没有充电桩的了。本来是打算用它来穿越无人区的，但是下一站到康宁就开始翻折多山了。听说那里100多公里没有充电桩，而且爬山耗电量更大。不过听说折多山风大，提前把我的这个风力发电机接好。这个高度是可以升降的，我现在把它降到最低，然后把。
的电来带动小风扇，来带动照明灯。哎，外面下大了，我把鞋子往里面放放。这个风机按照目前的风量，发电量不大。我本来是拿出我的太阳能板，打算和太阳能板接在一起，看看能发多少电呢。结果下雨了。这种下雨天，太阳能板肯定是用不了，但是风机的话，虽然效率比较慢吧，但是还是发电量没问题的。这个只能是说阴天、下雨天，太阳能板无法使用，只能靠这个应急了。如果没有蚂蚁保护板的监测，我还真不知道它能发多少电呢。我看今天这风也不小，功率只能达到100多瓦，电流2点多安，我还从来没有用这么小的电流充过电呢。这个天说下雨就下雨，差点来不及收拾东西。到下一个营地康定那边的露营基地就很少有充电桩了，所以今天就是把这个东西收拾一下。风力发电机给它装上，太阳能板也测试呀。这现在一下雨，太阳能板是用不了了，只能靠这个风机了。出去看一下。哎，这个雨下的不大不小，东西全部都搬到电动车上了。因为我睡房车里的话，这个面积也不大，全部堆在里面睡着不舒服，所以把东西放电动车上，然后上面搭个雨布就可以了。风也停了，现在。这个露营地啊，不太适合搭帐篷，因为没有一个亭子，都是露天的。虽然是比较安静，你看看他们下面自驾的。这都是开房车过来的，一般都是他们住在车里，应该是在外面吃饭吧，打着伞。住的话，住车里也是没问题的。前面那个帐篷的话，外面又盖了一层雨布，这样的话防水也是可以的。在房车里的话就不用担心下雨了。我赶紧进去了，越来越大了，这下的。出去一会儿都给我淋湿了。把这个伞给挂起来。彻底下大了，哇塞！外面还打着雷。哎，这个窗户开着也没事，我发现这也没有进水，所以就开着通通风吧。还好今天没有出发，不然的话，在路上突然下雨下得这么快，收拾都收拾不及。有点进水了，把窗户给关上。这个的话没关系。现在风也停了，雨变小了。这个营地基本没有搭帐篷了，可能都去找那个屋檐下里面了吧。
我后面加装这个尾灯，它是自动识别的，只要是天黑它自动就亮了，然后白天的话自动熄灭，然后靠阳光补充电量。西藏的风太大了，白天还好好的，晚上突然吹起大风了，太冷了，我得赶紧把衣服穿上。这刚吃完晚饭，锅碗瓢盆还没来得及收拾呢。不过我也没地方收拾，平时我都是把它们装在房车里，现在晚上我要睡觉。晚上睡觉的时候，东西本来就是放在外面的，要是把东西都放房车里，我就没地方睡觉了。风太大了，我也管不了了，我先躲进房车里了。我以为这个报警灯是摆设的，我还是第一次见它亮起来。之前风吹起来达到200瓦的功率，它都没有亮灯。现在这个所谓的强风报警灯，终于不停的在闪烁了。打开我的蚂蚁保护板，看一下这个充电功率是多大。这么大的风也只能达到200瓦，没搞错吧？充电电流是3安，不到4安。它这个电流跳来跳去的，不会把我电池充坏吧？不过这个功率始终保持在200瓦以上，还是挺稳定的。没想到这么大的风，它也只能达到200瓦多一点。这个48伏的电池快充满了，不过也只能给这个48伏的电池充了。那个72伏的满电电压是87，这个风机的电压升不到那么高。风太大了，再这样要把我的电动车给吹倒了。我要把这个雨布给摘掉，减少一下风阻。这个水桶已经给我吹到地上了，管不了了，东西只能先这样往地下摆了。哎，我这太阳能板本来是用塑料布搭着，不让它淋雨的，但是现在搭不了了。特别是那塑料布，风阻很大，我赶紧躲进小房车里吧。外面实在是风太大了，这里面太乱了，我还没来得及收拾。赶紧把窗户给关了，这个窗户也关了，不让风进来。还好我这个小房车它是弧形的，风阻不是那么大，这样的话在里面还是挺安全的。好多东西都是放外面的，但是现在也来不及了，简单塞一下，往上面的支架塞一下，然后腾出个地方能睡觉就行了。希望明天睡一觉醒来有个好天气。我看外面是下雨了，已经滴起小雨了，不管了，也没办法搭那个塑料布，搭塑料布风阻太大了，我就睡觉了。还好是有这个小房车，再大的风只要钻进来都不怕。外面的东西我也没办法，明天醒来的话统计一下损失吧，我估计应该没什么事儿。主要是我那太阳能板，我怕淋雨嘛。它是那种折叠板，折叠板它是帆布的，我也不知道能不能淋雨。这隔壁还有很多搭帐篷的，我不知道是什么样子，因为这刚好是那个铺砖的地面，也没有防风的地钉什么的。有个小房车确实比帐篷好多了，安全多了。睡觉了。过着自己的生活，走着自己的路途。人生的路就要自己做主，总有万水和千山，有梦就不怕遥远，勇敢向前，总有出头那一天。掠过别人的眼光，掠过别人的嘲讽，我想追求的你根本不懂。迈着坚定的脚步，昂起自信的头颅，
现在又突然下起暴雨了，我听着声音下得不小。下雨的话，我还要出去把电动车给搭上。之前为了减少风阻，把雨布给撤掉了。这雨下得太大也不行啊！我脚踏板上的锂电池在外面放着，那个锂电池是不怕淋雨的，但是它那个插头也裸露在外面。外面还刮着风关呢。现在冒雨出去，用这个雨布把电动车给盖上，主要就是那个电池在外置，脚踏板上放，然后那个接口也在外面，我怕雨淋到那个电池接口，正负极连在一起，会不会发生短路？我那块太阳能板已经是搬进房车里了，现在就是担心外面的电池了。哎，衣服全湿了，赶紧脱了，淋湿了。又是刮风又是下雨了。刚才出去勉强用那个雨布把电动车给盖住了。睡觉吧，睡觉吧，下得太大了。哎，这下放心了，反正我外面的东西是盖好了。